嘿，现在请你稍微停下手边的事情，抬起头，环顾一下四周，告诉我，你家墙壁是什么颜色？是那种最常见、最安全的百搭纯白，还是带点温暖的米色呢？说真的，不管你是租屋族还是刚买下第一间房的首购族，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空间设计跟能量学的解说员，我超爱问大家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只把墙壁颜色当成纯粹的个人喜好，甚至在装潢的时候可能5分钟就草草决定了。但老实说，你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的这些色彩，可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哦。就像画面上这句话说的，颜色不只是美观问题，它正在悄悄地影响你的日常运势。今天这份解析呢，我们不讲生硬的理论，而是要带你进行一场结合居家风水跟环境心理学的能量导览。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墙壁颜色到底是怎么在无形之中决定了你家的隐藏能量场，甚至还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专注力，甚至是整体的运势。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解析，我们的主题是能量居家导览，风水墙面色彩学。我真的非常兴奋能跟你们分享这个，因为你只要透过简单的油漆改造，完全不用大兴土木哦，就能立刻显著的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准备好跟我一起一间一间探索你家里的每个房间了吗？我们出发吧。好，在正式开始前，我们快速看一下今天的路线图。首先是墙壁颜色如何决定运势，接着认识五行色彩能量，然后是大家最关心的各个房间的幸运色，再来是设计师爱用的黄金比例配色法则，最后呢会教你怎么找出自己的专属幸运色。好了，马上进入第一部分，墙壁颜色决定运势。你可能会想问，为什么我们要把焦点锁定在墙壁上，而不是沙发或地板呢？很简单，因为在你家里，墙壁绝对是面积最大的色块，它直接占据了你视觉的绝对主体。在风水学里面，这就意味着墙壁的颜色为整个生活空间定下了最基础的能量基调。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家是一个舞台，那墙壁颜色就像是整个舞台的灯光氛围。只要选对了墙壁颜色，就等于是用最有效率也最直接的方式改善了整个家的气场，这绝对是一笔投资报酬率超高的居家改造。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五行色彩能量。在风水学里啊，其实每一种颜色都直接对应着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其中一种。我们把这个稍微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一下哦。你看，代表木的绿色跟青色对应东方，象征着生长，能带来一种放松舒缓的能量。那代表火的红紫橘色对应南方，代表热情，非常有提振精神的效果。而土呢，对应中央，像是黄色或米色，会给人一种温暖稳定的安全感。再来是代表金的白金银色，对应西方，象征纯净跟财富，这也是让空间显得明亮的百搭色。最后是代表水的蓝色跟黑色，对应北方，象征智慧，能让人迅速平静下来。你看，只要搞懂了这个逻辑，你几乎就掌握了风水配色的底层密码咯。好，理论讲完了，现在进入第三部分，各个空间幸运色。我们要开始这场实用的能量居家导览咯。我们先从每天家人聚在一起的客厅开始。客厅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种稳定、温馨、让人想待着的气场。所以，左边带有土能量的米白色、浅黄色，或是木能量的淡绿色，绝对都是首选。然后偷偷教你一个右边的专业小技巧，你可以把你家沙发背后的那面墙漆成一个比较深的重点色。这招超厉害，不仅在风水上创造了一种有靠山的稳定感，还能瞬间提升整个客厅的视觉层次，一举两得。接下来来到我们每天待最久的卧室。卧室的核心功能就是休息嘛，所以我们需要安静放松的氛围。看看左边的助眠好朋友，包含了带有水或金能量的浅蓝、浅紫跟浅灰色，这些颜色能让大脑迅速平静下来。但是，请千万要注意右边这个失眠地雷区。如果你不小心把卧室大面积漆成红色系，或是那种超鲜艳的黄色，哇，这些强烈的火能量会让你的神经持续亢奋，你绝对不想把自己的休息空间搞成一个失眠陷阱，对吧？再来，我们走进书房。不管是居家办公还是小孩读书，这里最需要的就是专注力跟灵感。这边我要说，
绿色绝对是最佳首选，因为绿色在五行中属木，代表着生长的力量，而且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了，绿色能有效提高阅读效率和创造力。当然啦，如果你觉得整间都漆成绿色，有点不太习惯，没关系，右边代表冷静的浅灰色也是一个极佳的替代方案，同样能帮助你静下心来，专注在眼前的任务上。接着是厨房，这边有一个最关键的重点，你要记得，厨房本身有瓦斯炉，它天生就是一个充满火能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左边金或木的颜色，像是白色、浅黄色或绿色，来平衡一下这个火气。右边则警告了厨房的2大灾难配色，千万别再用红色了哦，那会让火气旺上加旺，导致你情绪暴躁。也尽量别用蓝色哦，因为蓝色这种冷色调在心理学上会大幅降低食物的卖相，可能会让你连一点食欲都没有。房间导览的最后一站来到厕所。台湾气候比较潮湿，厕所特别容易积累湿气跟晦气，所以保持清爽明亮绝对是最高指导原则。左边的白色和浅蓝色能带来纯净的金跟水能量，让空间感觉更干净。那右边的绿色跟黑色呢？拜托尽量避开，因为在一个封闭又潮湿的空间里，这2个颜色容易显得阴暗沉重，甚至会带来压抑的感觉。好了，知道每个房间该选什么颜色之后，我们来到第4部分，黄金比例配色法则。你可能会担心颜色选好了，但要怎么涂上墙才不会显得很杂乱？来，这张图完美示范了设计师超爱用的60-30-10法则。你看哦，占比60% 的主色，就是我们的墙壁，它决定了房间的整体风水基调。接着占比30% 的副色，通常是你的大型家具或是窗帘，用来跟墙壁产生协调感。最后呢，10% 的点缀色呢，你可以用一些大胆的抱枕、画作或是小装饰来俏色，制造视觉亮点。只要掌握这个比例，你家看起来就会充满层次，而且绝对不会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我们进入第5部分，寻找专属幸运色。其实风水跟你本身的能量是息息相关的。在东方命理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八字。这边教你一个超实用的互补法则，你可以透过墙壁的颜色直接补足你八字中缺乏的能量。来，我们快速看一下，如果你八字缺木，就大胆用绿色或青色；缺火的人加入红色、紫色；缺土的朋友，黄色跟棕色是你的神队友；缺金的人多用白色与金色。那如果缺水的话，蓝色跟黑色就能为你带来好运。这感觉就像是利用环境的色彩，24小时无时无刻都在帮你充电一样。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哎呀，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八字缺什么怎么办？别紧张，这里有一个最实用也最安全的保底策略，选择浅暖色系就对了，像是米白、浅黄或是奶油色。这些颜色包容性超级强，在台湾常见的公寓里，还能让空间在视觉上显得更宽敞、更温馨。更重要的是，在风水上，它们能提供一种稳定又充满生机的能量场。这绝对是一张不会出错的安全牌。墙壁颜色啊，乍看之下好像只是居家装潢里的一件小事，但透过我们今天的解析，你一定发现了吧？它其实默默地决定了你每天生活在什么样的能量场里。今天我们从五行理论、各个房间的实用建议，一路聊到了黄金比例跟个人八字配色。现在这些实用的知识都交到你手上了。那么你打算先改造家里的哪一面墙呢？不妨从今天开始重新审视一下你家的墙壁颜色吧，为自己刷上好运，打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专属空间。谢谢你观看今天的图解解析，我们下次见。